在镜头里的这片秘境之地，预计投资50多个亿，打造2000多亩的温泉度假小镇。可惜在5年前全面停工。当我们走进这座山清水秀的小镇，眼前的景象让人大吃一惊。成片的别墅规整排序，可走近细细浏览，繁华的背后却是令人惋惜的荒芜景象。整片建筑群大面积空置，大量精心规划的别墅建筑停留在毛坯状态，沦为未完工的框架建筑。建筑风格兼具中西特色，既有精致典雅的西式小洋楼，也有古色古香的仿古建筑群。大片闲置的空地无人打理，被当地村民因地制宜开垦成菜地。荒芜的工地与葱郁的菜地形成极致反差的独特景象，让人唏嘘不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兰，祝大家朝朝如愿，岁岁安澜。大家看看我周围的场景，是不是显得特别的大气啊？今天我来到了子涵湖温泉小镇。这个小镇包含了许多的娱乐项目，但是因为多方面的原因，导致这个小镇还没有开始营业就已经关闭了。那么现在就让我们走进这个子涵湖温泉小镇，去看看它的现状如何吧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到了湖南省株洲市一个温泉度假小镇，这里面的设计规模占地面积、投资都是无与伦比的。包括选址也是一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。但是呢，这个项目基本上快要处于完工的阶段了，直接就是戛然而止。大家可以看看这个里面的设计，包括整体的一个场景都是非常不错的。现在我们走到这个里面去，以前这里呢应该是一个售楼部、售楼处，上面都处于一个营业状态。但是呢，在几年前，突然这个项目就直接停工了。项目是在2017年开始正式施工的，2016年的时候呢，是属于立项的阶段。这上面停工以后才几年时间，就已经荒废的不成样子了，到处都是杂草丛生了，包括上面的吊顶我们走到这侧来看一看，这里还有人种了菜。现在都是被下面的村民做成菜园子了。种植了辣椒，在这里还做了一个设计，好吧，我们就不在上面做太多的停留了。我们看看这个墙上这个是什么东西密密麻麻的。碰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布做的嘞，这还是帆布做的。我们去前面看一下，这里对面还有房子，我们待会儿去对面看一下。哇！我们走到这里面看看。这么大气。好吧，我们去
这边的别墅区看一看。没想到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啊，废弃了。下面就是一个小湖，也就是子航湖。啊，我们走到下面去看一下。它这个地方弄的草坪，可以坐在这个地方啊乘凉，坐在这上面野餐。刚刚还是晴空万里，现在这个天色又开始乌云密布了，又有下雨的迹象了。对面就是类似于假山吧，做了一些涵感觉洞。像一个长廊。是。就是从这里走到下面。是的。不过都已经废弃的不成样子了。好，我们走到这上面看一下，整个这个子航湖温泉度假小镇，预算规模投资是接近50多个亿，但是实际上呢，才4个多亿就停工了。规划占地面积啊是接近2800多亩土地。周围全部是杂草丛生。不过它的主体啊都基本上建设的比较好了，就是内部装修，然后里面的道路呢全部都做了硬化处理。要是冬天呢，可能就能走到上面去，这些杂草啊都会枯萎，就会比较好走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昨天下了一天的雨。是啊，昨天晚上下了一天雨，所以现在这个地上都是积的有好多雨水。这里也是有小路可以走下去的。哇，这里好安静啊！这听得见里虫子在叫和鸟在叫。是的，生态环境还是挺不错的。整个设计啊，规模啊，还是非常棒。毕竟它这里是要准备打造成旅游、度假、休闲、神农文化为一体的一个度假区。当初计算是每天会有接近30到50万的月收入，所以才会动工建设这样的一座温泉度假小镇。但是人善不如天善，很多原因啊导致这个项目烂尾了。这里面当初这里是做的一个游泳池吧？不像啊。游泳池的话，不可能这样子建的。就是游泳池，没错了。就是游泳池，我的天，这里都是死水。脏死了。这个水深大概有接近2米深的样子。2米深啊！好，我们走到上面或者下面去看一看。如果这里真的开放的话，估计都会人山人海。对呀，但是资金链断裂了以后啊，导致这个项目突然之间就停工了呀。这个度假小镇啊，和我们以往探访的一些废弃小镇啊，或者旅游开发区啊，差不多类似，只不过呢，有的是
项目增经年单列啊，或者是涉及到环保啊、土地啊等等多方面的原因，还有的呢就是只是建到一半它就烂尾了。而这个小镇它基本上完工率达到了80%左右了，但是也是突然之间就关闭了。2800亩的占地面积，50多个亿的预算投资，想想看，在2017年开始动工，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把这个小镇建好的，毕竟投资规模太大了。好，我们走到上面去看一下吧。这个地方人文景观、山水、地理位置都是没得说，选址啊，的确是很不错。我们先走到这里面看一下，两边它的绿化种植了一些什么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果子树，整体的绿化面积啊、道路啊、设计啊、里面的布局啊，的确是，花了很多心思。这些框架结构都还是做了装饰的，还不像其他一些废弃的区域就只是一个水泥结构。它整个外墙啊，包括粉刷呀，都有做。我感觉最完全的就是我前面这个房子外部结构已经完全搞好了，玻璃都装上了。是的呀。这个项目像这一片区域，我们拍摄的范围内，要是再投入5个亿左右，就会非常完美和漂亮了，就完全可以接待游客啊，还有度假的人到这里面来。下面那个湖呢，方便垂钓休闲的地方这里面有游泳池啊、温泉这块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它这个节奏完全是，仿这个神农文化的一个建筑风格，基本上都是别墅区，2到3层。这里都是可以走到下面的房子去。这里面就像安娜说的，真的安静，花鸟成林呐。我们走到上面去看一下。小梁不过看一下吧。这个都是钢架结构，有一点点生锈，但是目前还不是特别危险，还是能走上来。这里都是一些建筑材料，废弃的管子。走到这个里面，我们再来看看外面的风景。像对面就是乡村了、农村了，它这个设计方面呢，就是在农村种的一些地结合周边的山水做的一个规划。
2800亩地，所以整体的投资肯定是惊人的。小心啊，阿拉。走在这上面还是有点摇摇晃晃的感觉。像这些钢架结构都已经生锈了，安全性不是特别好了。这上面都还有脚手架，都还没有拆。这个项目应该就是戛然而止了。上面都是粉刷的很漂亮了，整体的一个规划设计。像这个温泉度假小镇，要是再等个5年左右，没有复工的迹象，基本上再想把它重新施工、重新做规划，那就有点难度了。而且很多东西啊都会锈迹斑斑啊，或者是变成危楼啊，不能够再使用了。这上面都还有废弃的电箱、电表，还有废弃的水泥嘞。这里过不去了。这里都有泥石流的风险。像那种暴雨啊，走过这样子哗啦哗啦的把这个路口堵住。是这里过不去，我们从另外一侧上去吧。依着山体而建的房子，两边的树木都是后期移栽移植过来的。这个山都是通过挖掘机重新规划。这个好像是还打过药吧？这些树不打药肯定不行啊，它没法存活呀，都是移植过来栽种的呀。我们对面你看看，就是应该是一座假山，石头应该都是从外地运过来的。肯定是的。对面应该也是一个仿古建筑，待会儿我们去。好，现在我们走到上面就参观一下。我们站在这个上面，看对面的建筑，就像刚刚安南前面说的，还是比较大气的这个房子。而且上面这一层呀，也是做的有绿化。这个里面呢，其实是不允许进来的，我们都是走小路走进来，到这里面来参观。因为这里毕竟是一个烂尾工程嘛，安全系数不是特别高。好吧，我们走这种林荫小道走上去。当初这里也是一个步道，上面也是做了一点点硬化用水泥。春天、夏天呢，就是到处郁郁葱葱。这里有一朵好好看的花，不知道叫什么。冬天呢，就是树木枯萎，
再加上这个废弃的小镇的话，会显得更加的荒凉。现在看上去还是有一些生机的。这个怎么感觉有点像山泉水啊？都是山上面渗下来的。你看看，这个地上都是泥水，好湿滑的。哇！也都长草了。再等个3年，这里就是很深的杂草了，没办法走路了。这边的结构，它这个设计看上去是模仿酒店。对面还有一个建筑，但是已经路上面全部都是草了。我们走到这上面看一看。这上面的框架、粉刷设计都是已经完工的状态，只不过里面装修没有做。这里还有废弃的水泥搅拌机。这个沙子上面都长满了草。我们到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上面那栋建筑了。蚊子追着我要的。这栋房子上面玻璃都装好了。上面的脚手架都还保留在这里面。这些鞋是干啥用的？这上面都应该还要做建筑的，只不过现在废弃了嘛，没有再做施工了。房子里面有一只鸟，还做了窝，看来已经废弃很久了。是的。这边呢，就只有框架了。这个应该是后期修的时候，还来不及在外墙做装饰。好，那边我们就不过去了，这里全部是一滩水，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一个设计。好，现在我们走到这一侧来了，我们去这边的建筑看一看。这边的石头看上去是真的，应该不是用水泥仿造的。这个速路处修的还是蛮大气的。小心啊！这里面的水还是有蛮深的。一夜过后啊，到处都是泥泞不堪的路面了。整个湖南下了接近80-90天的雨，从3月份开始，晴天屈指可数。我们现在走到这里，再来看看对面
那些别墅群，是不是显得又特别的荒凉啊？这上面看上去不像石头，应该是水泥做的。下面这里的水都还是比较清澈。这里面还有好多蝌蚪哎。站在这里看看对面这些建筑啊，还是古色古香，看上去远处看还是不错，近处看呢就比较破败了。真的，这么一个好地方就这样荒废在这里了，真的太可惜了。再好的建筑啊，没有人住啊，没有人打理啊，都会显得破败不堪。远远看去，这些建筑设计风格还真的是特别的别具一格。上面那个石头上面还有脚手架，都还没来得及拆。这里还有一个仿古的。这是仿古建筑，不知道是别墅区还是作为一个完全旅游的一个场所。这里原来是一个设计成了一个飞檐翘角的地方。还种了竹子。这都是后期移栽过来的，不是天然的，两侧都有。地上落满了竹叶。这上面都还有山羊屎，看样子山下的村民把羊都放到这里来了。这里应该是一个作为旅游区来修建的。这是仿古建筑，这些仿古建筑外墙也是施工的差不多了，这块就只是一个框架，上面也有保安在那里执勤，但是现在没有人了，因为整个项目停产以后，谁会在这里白白的守着这座已经废弃的施工现场呢？这里大片全都是仿古的，然后对面那里又是仿欧式的。它是做了2块设计。只是把整个框架、楼顶全部设计好了。当然，它这个外墙啊，也是用白色的石灰做了一点点装饰粉刷。这个路面呢，因为年久失修，到处也就是裂缝非常多。还有一些砖都还没来得及修。这一片应该也是属于一个住宅区吗？道路还是蛮宽的，接近6米宽，双向2车道。这里面基本上都是空空如也。它这个仿的是徽派建筑，还是湘赣？这
感觉像是徽派的。对这个古建筑研究不是特别多，看不太出来。其实走到这个地方啊，以前这一片都属于农村，属于乡下了，离后面的入口区街镇啊还不远，也就不到1公里的路程。这些建筑全部都是荒废在这里了。哦，我们看了那么多，这一路走过来，所有的门窗都没有装饰，但是眼前这栋房子是有装饰。你看玻璃呀，各方面都已经是处于完工的80%、90%了，但是也是已经废弃在这里了。窗户都被别人打碎了。杂草丛生，半腰深的杂草。这栋建筑应该是作为一个展示中心，因为整个这一片只有这一栋房子做了有装修设计，全部都弄好了，基本上。好，这个地方我们就基本上走到头了。整个这个温泉度假小镇，它有2800亩地，实际上呢，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地方啊，不到1000亩，因为后面整个资金链断裂以后啊，导致没有项目再继续开工下去。像我前面所说的，整个这一片的项目资金投入预计是50个亿，实际上投入不到1/10的钱。你想想看，这些建筑要想彻底完工、想做好，那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投资和这个预计想象，简直是太悬殊了。我们花了接近1个小时，逛完了整个子涵湖温泉小镇。要是这个小镇能够成功开业，那肯定是人头攒动，热闹非凡了。可如今却成为株洲入口的一个废弃地标，真的非常令人惋惜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啦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